我穿成了虐文女配，为了攻略腹黑男二，成了众人眼里出了名的舔狗。眼看着就要攻略成功，与他成婚，突然女主回国，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人在办公室里吻得忘乎所以，而我就要在众人举杯庆祝他们新婚燕尔被抹杀时，一向沉稳的男人却狼狈地失了分寸，我却异常兴奋，吐出一口鲜血轻笑。好戏才刚刚开始。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傅申云和我就要结婚了，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2年，也是我攻略的最后几天。我穿过来的时候，这本虐文已经接近了尾声，男主和女主早就欢欢喜喜大结局搬去了国外，而男二傅申云也选择了主动放手，成全他们。不过这并不代表着傅申云好追，为了接近他，我进入了他的公司工作，总会早起将亲手做的健康早餐悄悄放进办公室，总会在他喂病饭的时候及时出现。他总是默许我的行为，却从不表态。于是在5个月近半年他不做回应的时间里，我成了外人眼里实打实的舔狗。同事们私下里不知道说了我多少坏话，更有甚者，喜欢当着我的面内涵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我从不争论，因为我的目标是傅申云。傅总心里早就有微微解了，土鸡能比得上吗？哈哈哈哈哈！别说了，万一给人赵小姐说破防了怎么办？许是我明白自己的主线任务，从来不去在意别人的看法，只是默默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终于在一天晚上，我熟练地将买好的咖啡再次送给他，准备离开时，他目光沉沉地对上我的眼，下一秒，微凉的手指按住我的手腕，将我抵在墙上，微热的呼吸喷洒在耳边，痒痒的。赵之源，喜欢我是吗？做我女朋友吧。在没开灯的办公室里，我们呼吸交织，微暗的光照进来，我看见傅申云眼里的星光。好，自那以后，我成了公司里被人倾慕的对象。往日背地里偷偷骂我舔狗不要脸的同事也纷纷过来套近乎示好。芝芝，可以呀，你总裁都让你给追到手了。芝芝，你以后都是要当老板娘的人了，也就别和我们计较了呗。开2句玩笑，你就不要计较了。你不会这么玩不起吧？我轻轻笑笑，不做回应。不得不说，这些恭维的话很受听。我伸手接下他们给我买的各种礼物，然后转身就将他们的名字记了下来。晚上给傅申云吹枕边风，让傅申云多安排一些工作给他们。他们太闲了，喜欢讲同事小话。男人总是宠溺地看着我，然后大手将我一把捞进怀里，略带亲昵地将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声音闷闷：好，芝芝说什么都好，他们惹你不高兴了，那就让他们多加班。第2天，我无视同事们敢怒不敢言的表情，乘坐总裁专用电梯头也不回地上了傅申云的办公室。毕竟我从来不是什么圣母，做不到宽以待人。我以为只要有他在，我就可以一直这样有恃无恐。傅申云也确实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男友。自从和他在一起后，生活中总是无时无刻充斥着小惊喜与小确幸。朋友圈永远置顶着我们的合照与相配的文案，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下班后会从怀里拿出的一支新鲜玫瑰，为了让我开心，买下了天空的一颗星辰，以我的名字命名。愿意陪我吃路边他从未踏足过的小摊，会在我失落时将我揽进怀里，轻轻拍着我的背，只听我的倾诉。他给足了我安全感，
好像有些人与生俱来就有爱人的本领，他足够好，足够完美。在这次攻略中，我从不否认自己的心动。于是在他当着众人的面向我跪地求婚时，我找不到理由拒绝，因为我在他的眼里看到了泪流满面的我。他对我的爱毫不吝啬，以至于求婚都是全球现场直播的。他将我搂在怀里说：“芝芝值得全世界最好的一切。”回过神来，我手上正抚摸着洁白的婚纱，指尖一一划过婚纱上手工绣上的白玫瑰，感受着丝绸般柔软的触感。这是傅申云特地从芬兰找的设计师为我定制的，一针一线都是他对我无尽的爱意。房门被推开，阳光肆意地洒在地上。如果甜文有结局的话，我想就是现在这种幸福的模样。我的眼中染上笑意，张开双手，像孩子般期待着像往常一样被拥入雪松味的怀抱里。可预料之中的怀抱却失了空。紧接着下一句话让我好似坠入了无尽深渊。之源，我们分手吧。他来得匆忙，衣衫凌乱，眼底带着疲惫，眸子里却带着让我陌生的冷意。这句话让我面前的世界被猛地拉近又退转开来，一时间有些恍惚。此时系统冰冷的机械声在我脑海中响起：警告，警告，监测到攻略对象行为异常，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不然将随机发出惩罚。上次与系统对话还是在3年前，一路的攻略太过顺利，以至于我有些怔愣。我眼底的笑意慢慢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浓的不解与疑惑。阿深，你怎么了？为什么突然这么说？我的声音已经染上了一丝颤抖。男人没有直视我直白的眼神，侧头轻咳来掩饰自己的不自然。别回避我，阿深，你知道的，我很了解你。许是我笃定的态度伤到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或者说他早就不满意我对他的太过了解。傅申云转过头来与我直视，语气却带着点恼羞成怒：你这是什么话？你很了解我吗？听出他语气里的不善，我暗笑自己心里的想法成了真。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一个理由吗？毕竟我们就快要结婚了。他直起身来，微微后退一步，眼里带着讥讽，想必是已经懒得在我面前装那副温润的样子了。记住，这是你自己要问的。雨薇离婚了，昨晚我去机场接的她，我想了一晚上，我还是放不下她。傅申云的语气里带着理所当然，好像我就是个可以随时抛弃的妻子。一想到昨晚他们孤男寡女可能在一起待了一夜，我就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恶心。但是我仍然不想放弃，毕竟我想他确实是真心爱过我，毕竟马上就要攻略成功了。我压下眼底的苦涩，轻声问：那我呢？阿深，你告诉我，我们这几年的情情爱爱算什么呢？对面似乎是没有一点犹豫的将答案赤裸地摆在我面前。太像了，你和他太像了。随后又上前一步，抽出放在西装口袋里的手，近乎痴迷地轻抚上我的脸，任由我的眼泪湿润他的手掌。你以为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你这种只会耍点小聪明的女人做我女朋友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得感谢你这张脸给你带来的这几年的富贵。人要学会知足。怎么会是这样呢？原来是因为我是徐雨薇的替身，难怪我总是感叹攻略的过程未免太过于一帆风顺，一时难以接受。我似乎急切地想要反驳他观点中的漏洞，在房间里想要找出我们相爱的证据，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盒子里的婚纱上。我一把拿起婚纱，
凑到他面前，想要证明他的错误。不是的，阿深，你是爱过我的。你看，这是你给我专门定制的婚纱，你说过要让我成为最美的新娘的。看到婚纱，他好像想起了什么，转身绕过我，打开墙壁上我从没见过的暗格，然后里面露出的东西却让我犹如利剑穿心般痛苦。是一套与我手上款式一模一样的婚纱，只是那一套被挂在暗格衣橱里，在纯白桂灯的照耀下更加的光彩夺目，洁白神圣。与之相比，我手上的衣服一下子就变得黯然失色。傅深云手指摩挲着婚纱上的布料，没回头再看我。这就是你苦苦要的解释，满意了。这套婚纱其实一开始就是给知薇准备的，我一直在等她回来。提到徐雨薇时，她的语气明显柔和了些。我看着我手里曾无数次视若珍宝的婚纱，突然感觉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原来不只给我的爱是假的，连给我的衣服都是假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和我求婚呢？你明明在全世界的面前说只爱我一个人的。眼泪再次滑落的瞬间，我几乎崩溃地冲他大声质问。傅深云终于转过头来看我，无视我的崩溃，眼神微暗，掩去眼里的潮涌，低声轻笑：知源，你现在真的还不知道为什么吗？还是说……他微微一顿，越过我，将手搭在门把手上。你更喜欢自己骗自己呢？随后干脆利落地开门离开，门因为惯性被甩回来关上，房间里还残留着回音。最终我无力地滑落在地上，不得不承认我心里那个早就已经明了的答案。原来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傅深云突然答应和我在一起，是因为那天他收到了徐雨薇结婚的消息，而我正好是他用来麻痹自己不去想徐雨薇的工具。傅深云突如其来的求婚，只是因为得知徐雨薇离婚了，所以才向全球直播和我求婚的画面。他在赌徐雨薇会回来。我这种平凡人，不过就是这些有钱人眼中可有可无的玩物罢了。我的命运好像从来都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连续2天傅深云都没有再出现过，可是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没有机会等待他的回心转意，所以我决定再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我不信他当真对我一丝感情都没有。于是我亲手熬制了追他时他常喝的板栗鸡汤。下午趁着阳光正好，我穿上了傅深云最喜欢的那条深咖色连衣裙，去了公司。一进公司，周围人看我的眼神就微妙了起来。有个平常关系还不错的同事，看着我想要坐总裁电梯上楼时，动了动嘴，最终没有说什么。倒是在这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就是在我追傅深云没成功之前，一直在背后说我小话的几位女同事。为首的一位来到我面前，丝毫不掩饰眼里的讥讽：哟，这不是我们总裁夫人吗？还真以为自己土鸡能变成凤凰啊？这不被甩了吧？来找傅总求原谅啊！随后和他背后的同事发出不怀好意的哄笑。一瞬间，大厅里的人也都将眼光投向了我，似乎所有人都等着看好戏。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微卷的衣袖，略带打量地看着面前的人。至少呢，我也是当过凤凰的，某人可连机会都没有哦。对了，要不要给大家看看你大晚上给傅深云发过什么消息呢？此话一出，周围看热闹的人瞬间燃起了熊熊的八卦之心，连带着看那位同事的眼神也变得不屑起来。你，他被我呛得说不出话来，想要发作时又想起了我前面说出的话，
难看的脸色中还夹杂着羞愧。好啦，知道自己是土鸡就好了，还非要拿出来在大庭广众下说，小笨蛋，下次不允许了。说完，我将手机抬起来，轻轻摇了摇，噗笑了声，用手背遮住扬起的嘴角。正好这时电梯也到了，我抬脚走入总裁电梯，将一行人怨恨的表情关在了身后。可就在验证人脸按动电梯按钮的时候，始终显示验证失败，以至于我一直停留在1楼。在我第3次验证失败时，我心里大概就已经明白了什么。这时电梯门打开，一双手把我拉了出去。那一行人已经走了，看热闹的人也消散的只有3、3两两。是和我关系还不错的李思思，她看着我，眼里带着同情与为难，最终还是开了口：“芝芝姐，对不起，我刚刚没来得及告诉你。总裁前天来上班的时候就通知我们，前台将你的人脸认证权限取消了。”哦，是这样啊，原来他已经一点都容不下我了。傅申云总是知道如何让我在微微胜利时再狠狠出丑。我略带苦涩地笑了笑，垂眼遮住眼里的失落，拍了拍李思思的肩膀，以示安慰：“没关系的，这不怪你。坐什么电梯都一样，能上去就行。我不愿意将无辜的人牵扯进我们的纠纷中，毕竟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历经一番波折，终于来到了傅申云的办公室门口。门半掩着，我深呼吸一口气，提着饭盒，幻想着他可以回心转意。可在准备敲门的一瞬间，里面的声音让我顿住。清丽的女声带着委屈：“阿申，我希望你能和他幸福下去，我不愿意你为难。”说着，高跟鞋声向门口走来，让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想找个地方将我遮掩起来。但不到几秒钟的时间里，走动的声音停止了，然后里面响起了衣物摩擦的声音，脚步一时间有些凌乱。下一秒，熟悉的男声传入我的耳中，却带着不属于傅申云平时理性语气中的急促：“不是的，不是的，微微，我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让你看到我过得很幸福，因为你说过希望我过得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没有你的日子，我怎么会过得好？”最后甚至带着一丝委屈：“多么可笑！我的男朋友现在正急切着向另一个女人毫无保留的告白。如果我是这场戏中的局外人，我定会为他们的爱情潸然泪下。可惜我早已是局中人。”我透过门缝看清里面的情形，又在心里发出自嘲声。办公室里，傅申云背对着我，垂着头，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等待大人的惩罚落下。一只手固执地扯住即将离开的徐雨薇。我还从不知道傅申云有这样的一面，在记忆里，他好像什么都纵容我，但却从未挽留过我。可是阿申，你都向他求婚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未来的妻子将是赵之源。女人的话语里带着小姑娘才有的稚气。听到这里，傅申云手微微用力，将徐雨薇扯进了怀里，长舒了口气，带着笑意轻声低哄：“薇薇，我不这样做，你怎么能看到？又怎么会回来找我呢？”阿申。徐雨薇随即抬头，在男人的嘴角落下一吻，又害羞地将头埋了下去。虽然我早就猜到了真相，但听到傅申云亲口说出来时，心还是止不住的抽痛。傅申云微怔了几秒，终于不再克制自己，猛地将女人抵在墙上，右手扶住徐雨薇的头，狠狠地吻了上去，带着致命的疯狂。两人吻得忘我，在唇齿间交换思念，而我看着他们，任由清泪划过脸庞，因为手止不住的颤抖，
饭盒竟掉在了地上，一瞬间汤汁四溅。谁？滚出来！男人的语气里带着怒气，目光隐隐地看着门口，顺便将徐雨薇挡在了身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推开大门，看着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的人，如今却维护着另一个女人。看到是我，傅深云的脸上闪过一丝慌张，但随即又恢复了平静。知远，你来干什么？他的语气里带着不耐，似乎很不愿意看到我。听到是我，一直站在傅深云背后的徐雨薇上前一步，眼里丝毫没有被当场抓包的恐惧，反而颇为得意地朝我笑了笑，眼里溜过一丝寒光，随即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眼，挑眉发出轻笑：“这位就是赵小姐啊，还真的和我长得很像哎。这么过多年，谢谢你对阿深的照顾。不过刚刚的话，我想你都听到了。既然我回来了，那么就请赵小姐自觉退出吧。”我看着得意的徐雨薇，实在是难以想象世界上居然真的有这种厚颜无耻的人。他的语气直白，丝毫没和我绕圈子。旁边的傅深云听了他的话，也没有作声，只是始终回避与我的眼神对视。我一时间怒火中烧，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呵，徐小姐不会就是专门为了来告诉我你是小三吧？听到小三一词，徐雨薇没什么反应，倒是一直没出声的傅深云变了脸色，沉声出口低喝：“赵之源，注意你说话的分寸，别说得太难听。”他的呵斥让我愣在原地，对上他眼中的厌恶与责备我，这才真正的反应过来。爱我的傅深云再也回不来了。看吧，这就是曾经爱我入骨的男人，在我被徐雨薇调侃的时候默许他的行为，而我仅仅就是出口反驳了一句，就被骂了。徐雨薇看着眼眶微红的我，有些好笑地勾起唇角：“赵之源，我希望你明白一个道理，在感情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我原本的气焰在这一刻似乎消失殆尽。真的是这样吗？我日日夜夜陪他2年，都比不上徐雨薇的一次回头。这时我才体会到了女主光环的厉害，她的话像利剑一样将我穿透。我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出公司的了，只感觉整个世界天旋地转。警告！警告！被攻略者好感度严重下降，宿主将接受随机惩罚。接着，一股强烈的电流穿过我的全身，我再没了意识。再次醒来时，我是在闺蜜梁心的家里。她在下班路上接到了医院的电话，说我昏倒在了路边，而紧急联系人是她。睁眼时，额头突然传开一阵刺痛，让我下意识地想去触碰，却被一只手拉住：“芝芝，别碰，伤口感染了就不好了。”良心说着，将醒来的我扶了起来，让我靠在床边，然后倒了杯温水递到我手里，看着我眼里满是担忧。这时我才扭头从床边的镜子里看到了面色苍白的我，额头还附着纱布，可能是摔倒时在地上磕到了。芝芝，没关系的，那死渣男咱不要就是了。世界上那么多男的，离开他又不会死，就让他和那个贱女人在一起，咱们独自美丽。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毫无逻辑，离开他我真的会死，直白点来说是被抹杀，连全尸都无法保留。心，你怎么知道的？不过我更好奇闺蜜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明明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提到这里，她的怒气一下子就冲了上来，随即按动遥控器打开电视。你自己看这对狗男女还好意思发记者会，不要脸！傅深云和徐雨薇的脸赫然出现在屏幕里。原来我离开公司后，他们马上就召开了记者会，
屏幕里的傅申云一身高定西装，饶是在人多繁杂的活动现场也难掩金贵。旁边的徐雨薇身着暗红色礼服，轻挽傅申云的手，满面春风。我看着傅申云浅浅勾起的嘴角，内心一片凄凉。这么着急，我是什么洪水猛兽吗？电视里再次传来声音，很高兴大家来参加这次的记者发布会。这次请大家来，主要是为了告知大家，我和徐雨薇小姐不久后便会成婚。说完还略带宠溺地低头看了徐雨薇一眼。此话一出，原本安静的会场突然躁动了起来，铺天盖地的疑惑声与提问如潮水般涌来。傅总，你的未婚妻不是赵之媛小姐吗？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徐雨薇小姐？其中有什么隐情吗？徐小姐，你是否承认自己在这场婚姻中存在的不正当关系呢？一位记者直接上前将问题抛给了徐雨薇。许是不知道这个记者会这么直白，一时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不知所措。不过下一秒，傅申云就伸手将记者与徐雨薇拉开距离，眼里还带着警告：大家听清楚，赵之媛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我的钱，一个拜金的女人不配做我傅申云的妻子。我听到这句话突然笑出了声，就为了给徐雨薇名正言顺的身份，傅申云就可以随意地对我进行诋毁。爱我时将我捧入云端，不爱时将我踩进泥泞。接着他又饱含深情地开口：微微是我喜欢了10年的女孩子，中间因为一些原因我们错过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次放开手。他的深情告白让记者们一时间紧急调转了舆论方向，纷纷夸赞两人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不知不觉脸颊又染上了湿润。我怎么变得这么爱哭了？是因为深爱的男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我，还是因为我即将面临死亡呢？良心看着伤心的我，伸手关掉了电视，站起来将我搂在怀里，安抚般的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芝芝，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已经很辛苦了，我们芝芝宝贝受了太多苦了。他的话音刚落，我就再也憋不住心里的委屈，眼泪瞬间如雨下。为什么？他怎么可以这样？他不可以的，不可以不要我。哭过之后，心里的委屈得到了释放，心情才有所好转。良心给我端来一碗粥，让我吃下，再好好睡一觉。他下午还有班，我看着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感激。芝芝有事情就打电话哈，我要迟到了，先走了。说着，他着急忙慌地穿上鞋子出了门。我正准备躺下时，手机发出响声，一看短信来人居然是傅申云。芝芝，来一趟丽水湾，我有事情和你说。我看着消息微折眉心，明明我都快要接受自己快要失败的结果，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呢？到底是为了活下去，我还是打车去了丽水湾，我们曾经相爱时住过的一套郊区别墅，如今再次站在门口，看着花园里熟悉的一切倾巢，已是物是人非。我伸手去用指纹开锁，不出我所料，门没有打开，只是发出了刺耳的验证失败声。我就知道傅申云的动作一向很快，他恨不得现在完完全全的与我断绝关系。这时房门被打开了，里面露出那张让我朝思暮想却又有些怨恨的脸。傅申云看到是我，似乎是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我，脸上带着烦躁。赵之源，你又来干什么？木的视线上移，看到了我额头的伤口，眉头紧锁，语气带着责备。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不是你发消息叫我来的吗？我刚想出声反驳，门内就传出了温婉的女声：
离门口越来越近。下一秒，徐雨薇从傅申云的背后探出头来：“阿申，是我叫赵小姐来的。我搬进来时东西太多了，放不下，所以就想着，反正你们已经分手了，就发消息让他来把自己的东西拿走。放不下，说是普通住处差不多，这么大的别墅怎么可能放不下？不过是找借口想将我赶走罢了。”傅申云听到这句话，也听出了其中的韵味，眼里的复杂一闪而过，最终选择了站在他的那一边。虽然微微这件事做得有些不妥，但是你搬出去也没什么坏处。然后微微停顿，再次开口：“我们1周后举行婚礼，希望到时候你不要让我为难。”我意料之中的心痛感并没有袭来，反而内心无比的平静。突然在这一瞬间，我不想再喜欢他了，我好像真的不在意他了。求生的欲望在一瞬间似乎是也不再那么强烈，因为我突然想看看傅申云真正后悔的模样。那正好，我也不想再爱你了。傅申云，祝2位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我释然的笑笑，似是没想到我这次这么好说话，就连徐雨薇也顿了一下。傅申云的眼神却微妙地变化着，带着一些微怒。我不明白他有什么好生气的，是因为我终于放手了吗？徐雨薇将我的东西打包在一个箱子里，推出来递给我。我伸手去接，但对方似乎并不愿意轻易地松手，我只好手上用一点力去拿过来。可是徐雨薇像是承受了很大的一股力一样，忽地没站稳，从台阶上跌了下去。再次抬眼看我时，眼里满是不可置信。赵之源，你不是已经祝福我们了吗？为什么还要这样？不是的，不是我。我下意识地想反驳，却被一股大力一把推开，头再次磕到了柱子上，瞬间渗出的血迹又沾湿了纱布。赵之源，你找死！傅申云急忙跑去抱起徐雨薇，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眸森然，清亮的嗓音中压抑着怒气：“拿着你的东西滚！我不想再看到你。”随即再没分我半点余光，抱着徐雨薇进了房门。这时徐雨薇微微转过头来，眼里闪烁着得意的光，抬手摸了摸渗出的血迹，在我手心留下一片暗红。我来不及细想傅申云的无情，心里一个更大的疑惑浮上水面：我已经答应离开傅申云了，为什么总能察觉到徐雨薇对我深深的敌意呢？意识在混沌中迷失，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摇摇晃晃地离开了离水湾。走到路边时，心底莫名地涌上一股不安。果不其然，下一秒，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正直直地向我撞来，丝毫没有减速的想法。他想撞死我。眼看着离我越来越近的车，我的腿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最终强大的求生意志让我的大脑被迫从混沌中清醒，拔腿转身，拼命地向离水湾内部跑去。身后的车在门口发出一声急刹，似乎是轨迹没有得逞，猛地按动喇叭，发出刺耳的声音，然后急切地调转车头离去。虽然车窗没有降下去，但我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人怨恨的目光。我的心跳猛烈地加速，身上因为极度的害怕与恐惧起的一层薄汗，被风吹得让我打了个寒战，身子止不住的颤抖，最终无力地跌坐在地上。急促的呼吸无不显示着我的害怕，以至于完全没注意到别墅2楼女人的气急败坏和怨毒的眼光。终于一路平安地到家后，我向良心报了平安，便将自己蒙在被子里，努力地让自己从劫后余生的恐惧中冷静下来。然后我发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男女主为什么会离婚？这是小说里面的一切，除了攻略者，都有自己固定的运行轨迹。我的脑中浮现出一个人惊人的想法，让我一时间背后有些发凉。徐雨薇很有可能早就不是剧情中的徐雨薇了。前段时间一直纠结于傅申云的无情和攻略任务即将失败的慌张，让我短暂地丧失了逻辑思考能力。当然，这还只是我个人的猜测。我想要足够的证据来支撑我疑惑的成立，于是我花重金暗中找了侦探去查原男主审讯的去向和他们离婚的原因。当然，这还要感谢傅申云和我在一起时的大方。每月的零花钱我从来花不完，不然我也不会有钱请侦探。不到2天，我就收到了来信，不过是另一个侦探将信息代转交给我的。他的衣服上还带着明显的血迹，让我心里一惊。我问他为什么不是那个侦探来把东西交给我，他才没好气地开口：他死了。在我错愕的眼神里再次开口：我不知道你查的是什么信息，但是自从他开始着手调查，就一直暗中遇到阻挠。这是他死前紧急交给我的，让我一定要亲手交到你手上。他死得很痛苦，被人足足捅了21刀。这人说到最后，语气里带着哽咽。听到这些消息，我一时有些不敢相信。难道事情比我想象中还要复杂吗？逝者已去，我知道多说无益，于是将银行卡里剩下的钱交给这名侦探，希望可以代为转交给他的家人。我拿着手里薄薄的信封，一时间心情有些复杂。没想到因为我的好奇心害别人丢了性命。果不其然，信中的内容是进一步验证了我的猜想。徐雨薇早就觉醒了，不过我更好奇她特地回来针对我的原因。我可不相信是因为他对傅申云爱得深沉，审讯也不是和他离婚了，而是死了，被自己深爱的妻子在深夜里用铁丝缠住脖子，慢慢窒息而死，死在了他最爱他的那一年。徐雨薇回国不排除是为了躲避国外刑事惩罚的原因。这本虐文被强行扭转了剧情，越是接近真相，我的心情就越发沉重。不清楚徐雨薇是什么时候觉醒的，也不清楚她这样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好像变得越发有趣了。我抬手将信纸放在香薰灯下点燃，看着它在火焰的吞噬下化为灰烬。宿主，距离攻略时间仅剩2天，我已经接受了自己即将被抹杀这个事实。在此之前，我倒是越来越想知道真相是什么，或许最终的结局会给我答案。去参加傅申云婚礼的那天，我特地穿上了剪裁得体的紫色连衣裙，紫色的玫瑰花在胸前绽放出蛊惑的弧度，画上精致的妆容，在众人的议论纷纷中走进了婚礼现场。他怎么还来了呀？不会是要抢婚吧？嘘，声音小点，别被他听到了。别说，他长得确实不错，是吧？我也觉得。我落座于离舞台最近的地方，没有在意周围的议论纷纷。不远处与司仪交谈的傅申云突然转头越过人海，看到了端坐着的我，眼中划过一抹惊艳。下一秒就向我走过来，眼里带着略微的警告：支援，今天别给我惹事，如果婚礼出了差池，我不会放过你。他的话低低的，十分不客气，似乎是不愿意让第二个人听到。熟悉的雪松味侵略性地进入我的鼻腔，要是以往，我一定十分喜欢，可如今我只觉得恶心。这个男人让我感觉到彻头彻尾的恶心。我既然都要被抹杀了，
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的希望他回头呢？我拿起桌子上的红酒杯，轻摇着杯中的液体，眼里带着明晃晃的笑意。副总多虑了，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呀？谁都想往上凑。傅申云听到这句话，似乎是有点不相信是我说出口的，毕竟我以前可是唯他是从，又怎么会说这种话呢？他看着我，表情复杂，面上带过一丝古怪，含糊地说了句最好是这样，便抽身离去。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交换戒指的环节，离我要的真相越来越近了。我有些紧张地捏紧手中的杯子，却被台上的徐雨薇以为我很失落，在没人注意时朝我发出嘲讽的一笑。双戒兑换，攻略失败，一时间这个世界变成了静止的空间，除了徐雨薇和傅申云之外的所有宾客都陷入了静止状态，就连喷泉飞溅出的水滴都停留在空中。攻略失败，抹杀开始。我想象中的痛感并没有袭来，只是口中猛地涌出一口铁锈味，我没能忍住，一大口鲜血吐了出来，将胸前紫色的玫瑰花染成了深紫色。傅申云还没从这怪异的一切中反应过来，就看到了鲜血直流的我，卓然而立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然后爬也似的向我走来。你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可是他面前的徐雨薇却先他一步来到我面前，穿着本该属于我的婚纱，蹲下凑在我面前，抬手掐住我的下巴，让我被迫仰视他。下一秒吐出一句我期待已久的话：愚蠢的攻略者，去死吧！我努力咽下口中剩余的血，看起来十分痛苦，试探性的开口：我是攻略者，和你有什么关系？他看着我垂死挣扎的模样，轻笑着开口：因为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攻略者了。凭什么你们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去到自己想去的世界，而我们就只能在这个世界里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说到最后，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将手中的葡萄酒杯猛地摔碎在舞台上，像是报复性的发泄。嗨，可是你杀了我，你也不能替代我，你永远只能活在这个世界里。徐雨薇好像被我的话笑到，直起身来，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对呀，杀了你一个当然没用啊，可是如果我说你是第100个呢？他笑得花枝乱颤，仿佛自己的梦想即将要实现。听到他的话，我的心里暗自一沉，掩去眼底的情绪。好戏才刚刚开始，你怎么知道的？这都是无稽之谈。你这样随意的伤害攻略者，会万劫不复的。我说话的语气有些急切，说完后又重重的喘息着。当然是有贵人相助了，似乎是知道我即将被抹杀。徐雨薇也不再向我掩饰，当着我的面打开一个小盒子。这就是你们这些愚蠢攻略者的系统总指挥官。他知道我想要成为有独立思想的人，主动愿意帮助我。只要我成功杀了100位攻略者，他就可以让我脱离这个循环的世界，重新获得新生。他的眼里带着近乎着魔的疯狂，再也忍不住内心的喜悦，低头咯咯笑了起来。盒子里飞出了一个深蓝色的圆形机器，然后在空中形成了影像，是一个4人的怪物，恶心地蠕动着身上的各种怪异器官。想要走过来的傅申云也被这超出他认知的一切吓得愣在了原地。怪物微微扭过头来看了眼跌在地上的我，发出不属于他的冰冷机械声：做得很好，徐雨薇，做得很好。于是婚礼现场空气中漂浮着诡异的气息。我大概明白真相了，也到时间了。于是我随意地擦擦嘴角的血，像没事人一样从地上站了起来，
徐雨薇好似眼里极为惊讶，为什么我还没有被彻底抹杀？终于找到你了，0113号，真是让我煞费苦心啊！怪物有些发愣，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但是我已经从他猪眼般大小的眼睛里看到了诧异与惊恐。你到底是谁？呵，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我反问他，然后随意地打了个响指，瞬间全身被包裹在一环轻柔的白光中，在白光中，我缓缓上升至半空中，紫色的裙子变成了白金色的华服，镶嵌着浅紫色宝石的王冠似加冕般落在我的头上。怪物周身诡异的气息瞬间减退了大半。现在认识我了吗？空灵的声音回荡在室内。我看见徐雨薇的脸像窗户纸一样瞬间煞白，哆嗦着嘴唇，想要躲在怪物的身后。你以为换了身衣服就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你算个什么东西？话虽是这样说，但是颤抖的声音已经暴露了他的怯意。随后求助的眼神望向身旁的怪物，那怪物却重重地甩开他的手，在看到我的一瞬间，再没了刚刚高高在上的气焰，开口带着近乎哀求的语气：总系，我错了，求你饶恕我，我再也不敢了。我看着他拖着他怪异般的身躯匍匐在地上惶恐的样子，眼里带着嫌弃与不成器。我也想放过你，可是前面那些攻略者的命你怎么还？从你逃出系统局的那天就应该知道有这一天。徐雨薇看着卑微在我脚下的怪物，苍白的脸色染上了青色，有些站不稳地向后退了一步，跌坐在地上。你不是很厉害，去杀了他呀？你跪着干什么？快去啊！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到达了临界值，崩溃地朝着怪物大喊。听见他的出言不逊，怪物抬头小心翼翼地看了眼一脸平静的我，发出一声怒吼：闭嘴！我叫你闭嘴！谁允许你妄议总系大人的？我看着他们狗咬狗的局面，没了兴趣，突然感觉有些困了。这次假扮攻略者的过程中，可没睡过几次好觉，于是虚虚抬手轻指着怪物环空气，画了个小圈。顷刻间，还在大吵大闹的怪物瞬间化为灰烬。好吵！让刚想继续出言反驳怪物的徐雨薇眼中浮现出了莫大的恐惧，双手蒙住因为害怕而长大的嘴啊！随即再次转头看向我，大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眼睛里面布满了红血丝。为什么要这样？我凭什么不能主宰自己的人生？凭什么我要循环往复的被审讯那个变态折磨？你知道这有多痛苦吗？你知道他的爱有多可怖吗？要以我的肾、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的一切为代价，我只能一次次看着我的家人被审讯弄死，我的孩子只能胎死腹中。我不要这样的爱。说到最后，徐雨薇崩溃的掩面痛哭了起来。我看着她掉下鳄鱼的眼泪，心中发出冷笑。这不是他肆意的杀害每一个攻略者的原因。其实 NPC 脱离这个世界有很多方法，但他选择了最愚蠢的一种。我冷眼看着他，不再想与他多说什么，缓缓开口：徐雨薇，自作孽不可活。生活在这里久了，当真忘记自己为什么进来吗？我这句话像是投入浅水的一大块石头，水花四溅。他停止了哭泣，抬眼疑惑地看着我：徐雨薇，你本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可是现实中你作恶多端，欺凌同学，卖凶杀人，甚至亲手将自己的孩子淋上汽油，活活烧死，仅仅只是因为她是个女孩。你不该接受你所承受的一切吗？这几句话像是打开了他记忆的枷锁。他的目光变得游离起来，慢慢地趴在舞台的地上，
任由刚刚自己摔碎的玻璃碎片划在脸上，血迹爬上了他洁白的婚纱。凑近还可以听清楚他口中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谁让她是个女孩的？谁让她是个女孩的？果然是不可理喻。我看着这个世界，知道已经快崩坏了。又要花时间构建新的世界了。我叹了口气，转身准备向时空裂缝走去。突然身后传来低哑的声音：吱吱，对不起，你可以原谅我吗？他移动脚步，躲开摇晃的世界掉下来的一块墙皮。只要你带我走，我愿意爱你一生一世。我转过头来，好笑地看着眼眶微红的傅深云。不是大哥，你没事儿吧？你的爱算什么东西？无语地翻了个大白眼，光顾着收拾他们，忘记收拾你了。见我转头，傅深云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又上前一步：吱吱，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傻逼！什么？没什么。告诉你一件事吧。我回以他最明媚的笑容，说了一句让他可以回味一辈子的话：我原身是男的，怎么样？我的演技不错吧？然后不再理会背后的世界，任由这个世界崩塌，将所有的一切都埋入尘埃里。我困了，要回去休息了。本次找出扰乱我攻略世界的任务圆满成功，下一次出关是什么时候呢？我看着浩瀚星河缓慢地运转着，享受着这久违的平静。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婚后第5年，他瞒着我一个人去了同学聚会，回来后他醉意朦胧地盯着我，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嫌恶。你知道的，我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落子无悔，怎么能无悔？如果能重新回到5年前，该多好。那晚我喝光了桌上剩下的酒，把刀绞般的痛全咽进了肚里。再醒来，竟真的回到了大学毕业那一年。站在宿舍门口，我看到他捧着花欣喜地敲响了隔壁的门。我抱着书出门，头也不回。这一次的人生，我不会再输掉了。顾晴推醒我的时候，我的眼角还挂着泪。夕颜，你做噩梦了。我猛地坐起，大脑还有些混沌。我刚刚在买早饭的路上碰到了周思凯，他捧着一大束玫瑰花朝我们这过来了。他看起来很激动。我环顾着周围的一切，震惊到失神。这是我的大学宿舍。我狠狠掐了自己一把，很疼。顾晴，你来掐我一下，要用力。他嘴角抽动了下，却还是照做了。疼痛彻底唤回了我的清醒，脑海里似乎还残留着最后周思凯嫌恶的眼神。你知道的，我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如果能重新回到5年前，该多好。5年前，我真的回来了。眼角刚干掉的泪又涌了出来。顾晴吓得忙问我到底做了多可怕的噩梦。我看着他青春洋溢的脸庞，摇了摇头，还是不要拿一段失败的婚姻去吓死一个眼神清澈的大学生吧。来了来了，楼下传来了一阵喧闹声。顾晴兴奋地拉起我，周思凯一定是来找你告白的。我看了下日历，是了，上一世的这个日子是我们的恋爱纪念日。我和周思凯是在学校社团认识的，因为都喜欢看电影和小说，我们很快熟悉了起来。他歌唱得好听，还会跳舞，编排话剧，主持节目，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一起坐在操场讨论电影的时候，常常会有漂亮可爱的女生跑过来加他微信，他总是笑着摆摆手，说自己忘了带手机。我平生静气地坐在一旁，悄悄挪远了一些。我喜欢可以和我一起看夕阳的女孩子。他没头没脑地来了句，声音低得几乎要听不见。我望着天边烧成一片的晚霞，红着脸仓皇告别。后来他在学校表白墙投了稿，
字里行间的细节全都和我一一对应。末了还说会在今天向我告白。我走到了门外，喧闹声愈演愈烈。不一会儿，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拐角处。周思凯，真的是周思凯，好多玫瑰花呀！他是去找202宿舍的孟希言吗？不知道啊，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去看看，去看看。我没有继续往前走，下一秒，我对上了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周思凯的视线轻飘飘地落在我身上，一瞬，脚步停在了隔壁宿舍。不是孟希言，我舒了口气，抱着书出了门。周思凯，这一世，希望你落子无悔。没2天，周思凯深情告白方兴彤的消息传遍了全校，班里几个八卦的同学跑过来，暗戳戳地打听：希言，之前周思凯在表白墙描述的不就是你吗？方兴彤是怎么回事啊？是啊，我前段时间还听说方兴彤约周思凯没约出来呢。我抽出一张考研真题卷，摆摆手，纯属误会一场，人家才是情投意合，跟我没关系。我跟周思凯只是因为都在一个社团，所以有时候会一起合作处理点事情什么的。顾晴心疼地看着我，附和着帮我打发走了他们。周思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有人唤我的名字，孟希言。我回头看去，是方兴彤。周围寂静了一瞬，爱看热闹的那伙人眼神不断朝这边飘。我很纳闷，他为什么来找我，向我炫耀？但周思凯之前从未跟别人明确过我和他有什么特殊关系，充其量我也就是和他配合的比较好的社团助手。同学，你找我有事？方兴彤身材傲人，穿衣风格大胆，看起来着实养眼。今天思凯在社团都快忙死了，你为什么不来帮忙啊？能不能有点责任心？他一张口，我刚刚还存的些许欣赏立马烟消云散了。首先，你不是我们社团的人，我没有必要听你的指责。其次，我前天就已经告知社团负责人我退团了，手头上的事也都已经交接完毕，所以下次指责别人前，请稍微花几分钟思考下，免得惹出笑话。我看着他，语气平静，如果可以，我根本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周思凯既然选择了他，我乐得轻松。酒后吐真言，兴许是有几分道理的。周思凯无意中的醉话，让我彻底看清了自己在他心中的位置。那份本来纯真如水的爱情，在一日日的婚姻里被染得污浊不堪。他为我走样的身材感到恶心时，有没有想过曾经我也在学校舞台上大放异彩过？婚后因为他的身体原因，我们迟迟等不来新生命的消息。希言，我真的好想有一个我们的孩子。为了让我们的爱情和婚姻更圆满，我陪着他四处调理，却仍收效甚微。也许是不堪压力，他的话语中竟然渐渐开始怨起了我。是我太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工作太累，所以才疏忽了身体。老婆，以后可以多关心一下我吗？把责任分出去一半，架在我身上，似乎他就不用那么痛苦。可我开始焦虑了，我不知道还要怎样对他好。看到他背着我抹泪时，我慌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罪人。我更加拼命的工作，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为的就是能多加薪，减轻他的负担。不管再晚下班，我都坚持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处理完毕。你身体不好，多休息会。周思凯生气了，开始和我冷战。身体不好几个字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我自知失言，只能想招法儿的向他道歉求和。眼看着希望渺茫，
周思凯愈加意志消沉，于是我们走上了试管之路。周思凯活过来了，他坦然地把所有的责任和压力都拴在了我身上。曾经我对他的百般安抚和关心，他也没有回馈给我。你别多想，不然不容易怀上，那我们的钱和精力就都白费了。不要熬夜，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了多少遍了，你焦虑就是闲的，自己在家找点事做呀。严重的焦虑症，身体不适的反应，事业的暂停，一系列负能量向我袭来。我开始饮食失衡，生物钟紊乱，整夜的睡不着，身材也快速走形。我不再自信，不再平和，不再快乐。回想起我当时挣扎在痛苦中的模样，是那么陌生和恐怖。那个年少时对着电脑激情洋溢写下8000字影评的自己，捧着小说哭得不能自拔的自己，骑着单车晃晃悠悠2个小时只为吃一份炸串的自己，那个自己在青春回忆里日益模糊，最终死在了和周思凯的婚姻里。无语，你懂不懂规矩呀？不要以为你以前帮过周思凯几次忙就这么嚣张 ，OK？ 见我反应冷淡，转身要走，方兴彤挺身拦住我，好莫名其妙，一女的，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你听不懂话吗？我真心好奇地发问。方兴彤面上浮起怒意，嘴巴放干净点。还有，你说退团就退团，社团你家开的呀？退团要手写1万字申请的，明白吗？1万字申请，手写，我差点笑出声。我就是不写呢，不写就别想退团，给你分配什么活你就干什么。方兴彤环抱着胳膊，一副大夫人架势。兴彤，周思凯大步走过来，看到我也在，愣住了。我稳住心神，直视着他。听说退团要写1万字申请，你定的吗？这么大的事，等会需不需要上报联合国？听到我的话，周思凯皱了下眉，他的视线落在方兴彤身上。兴彤，怎么啦？生这么大的气？也是，我现在是外人，事情的原委当然要从他女朋友口中了解。方兴彤转怒为喜，声音更显娇柔。思凯，我只是提醒一下他退团的流程，可能他今天心情不太好，然后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真是扶额苦笑，他到底是有多闲，好端端的跑来我这演一出戏。周思凯宠溺地拍拍他的头，俨然一副热恋中的模样。那个，我女朋友比较单纯，你别多想。如果说是因为我，你才退团的。说到这里，他小心地看了方兴彤一眼。方兴彤撇撇嘴，我觉得你比我更擅长多想。我退团不是因为你，纯粹是分不出精力了。我及时打断了周思凯没说完的话。是不是他这样的男人都有性缘脑，觉得别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受了他的影响？周思凯脸上有些挂不住，嘴角扯出一个淡淡嘲讽的笑，显然是不信我的话。思凯，退团是不是要手写1万字申请呀？方兴彤在一旁暗示他，以前是有这个规定的。周思凯语气含糊，我耸耸肩，哦，我不写，一个社团官微还不小，需要我写的话，请联系辅导员和学院负责人通知我吧。被我这么一呛声，周思凯脸上更不好看了。从前和他在一起时，我从没有对他疾言厉色过。他说他喜欢我的温柔，喜欢我的善解人意，喜欢我总能在某个时刻治愈他。被他夸得心花怒放的我，全然想不到几年后，我就成了他最后悔的那个选择。重新回到起点的他，这一次毅然决然选择了方兴彤。我知道是为什么。婚后第5年的同学聚会，周思凯只身前去，瞒着没有告诉我。我想
他大概是怕身材臃肿、面目憔悴、无业游民的我丢了他的脸。我的大学室友顾晴也去了，看到我没有来，他时时向我汇报着聚会的情形。方兴彤还记得吧？以前追过你老公的，现在比以前更漂亮了，浑身珠光宝气的。据他说自己在做自媒体，赚了不少钱。你老公也真是的，那么多位子，非要坐方兴彤身边，俩人聊得热乎的。方兴彤明显不怎么想搭理他，他还使劲舔着脸献殷勤。我看着顾晴发来的一条条信息，一张张照片，照片里方兴彤艳光四射，正附在周思凯的耳边，不知道在说什么。后来也不知道是谁起哄，周思凯和方兴彤喝起了交杯酒。老周，敢喝吗？回家了不会要被嫂子罚跪搓衣板吧？周思凯的眼神粘在方兴彤身上，能跟兴彤喝上一杯，跪一夜也值了。他欢快俏皮的样子，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了。原来只有在我面前，他才那么愁苦，连晚上睡觉都开始找理由去客房睡。是我造成了他贫穷困窘的生活，是我让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我站在镜子前，掀开衣服，看着身上数不清的针眼，边笑边哭。重来一世，我不会再把自己的人生选择和任何男人挂钩，他只掌握在我自己手里。退团风波终于画上了句号。当晚，周思凯不知道抽的哪门子风，又给我发来了微信：夕颜同学你好，之前我对你比较照顾，是看在兴趣相投的份上，如果因此让你有了什么误会，我跟你道歉。现在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很幸福，也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这是什么？生怕我继续缠上他，阻碍他奔向美好的新生活。我连个标点符号都懒得回，直接删除拉黑。后来的一段日子很清静，我每天图书馆、宿舍、食堂3点一线。考研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回宿舍也越来越晚。为了不影响舍友，我和顾晴商量着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学习。我在学校碰到周思凯和方兴彤的次数变得很少。听说周思凯也退团了，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方兴彤。看，当男人抱有目的的时候，是很愿意主动牺牲的。就在我以为和他们的交集就这样越来越远时，意外发生了。这天我去市中心办事，回来得很晚，因为太累，在公车上就睡了会。结果坐过了一站，下车后路过一家酒店门口，我看到了方兴彤，搂住他腰的不是周思凯。这时从我身后突然撞上来一个路人，我的手机啪地落地。对不起美女，你手机没事吧？他帮我捡起来，连声道歉。我检查了下，除了手机膜的边缘有点裂痕，其他完好无损，没事。方兴彤转过头朝我们这边望了望，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我，我就匆匆离开了。刚回到租的房子那里，顾晴就大呼小叫起来，周思凯又在秀恩爱了。光看他的外表，我是真看不出他是这么肉麻的人。我好奇地探头看去，是周思凯刚发的朋友圈。我家宝去做头发了，期待狠狠美晕我色。顾晴还在嘟囔，等我下个月的生活费下来了，我也要去做个头发。还是钱重要啊，钱。我脑海中顿时灵光一闪，瞬间觉得自己真是蠢哭了。我马上回卧室，准备给家里打个电话，想了想，还是觉得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反正现在学校已经没课，我的学习进度还算顺利，干脆买票直奔家里。等我到家的时候，我爸妈既惊又喜。妍怎么回家也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爸妈，咱家还有多少存款？
我爸妈对视一眼，脸色忐忑不安。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是不是欠别人好多钱？是不是被骗了？不会网贷了吧？我妈急得恩怜问。不是，妈。哭笑不得的我赶紧向他们解释一番后，他们更惊讶了。买房还是2套，那个小区的房子基本都是老破小，很差的。我妈转向我爸，伸手指了指脑袋。咱闺女不会这里，妍，实在考不上就算了，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我无奈了，不过我也明白，猛然提出这种要求是挺莫名其妙的，但我不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我能记住的5年后的发财信息很少，要是我能未卜先知，背下几串彩票号码就好了。爸妈，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是在学校图书馆学习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一位同学打电话说的，那个小区很快会被重新规划成学区房，价格会升到4倍左右。那位同学家里人有关系，你们懂的。经过彻夜长谈，加上对我往日人品和性格的了解，他们勉强信任了我。手续办得很快，我爸妈拿出几乎全部的存款，付了3套房的首付。妈，要不再借点钱，干脆把咱们现在住的房子也卖。话还没说完，我爸妈就打断了我。闺女，你给妈留点后路吧，我们现在差不多把身家全押出去了。昨晚我愣是一夜没睡，2人死活不同意这样的豪赌，我也没有强求，神清气爽地回了学校。孟希言，我们谈谈。周思凯拦住我，他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吧？我扔下一句就想走。周思凯急忙开口，星彤最近对我忽冷忽热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没做好。上次我还发现他换了头像，手机的锁屏密码也改了。我挑眉疑惑，所以我只有你一个异性朋友，你心思细腻，很会分析，所以我想问问，同是女生，星彤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此刻我真怀疑周思凯的脑子被驴踢了，他凭什么认为我还能做他的解语花？知心姐姐，曾经他不是还瞧不上我的分析吗？和他结婚后的第3年，我无意中刷到了一条朋友圈，是他的学妹兼同事发的，和我老公2人的单独合照，他挽着我老公的胳膊，照片上还有桃心特效。关键是那天还是7夕，种种巧合加起来，很难不让人多想。周思凯却揉着眉心，一脸不耐。她还是个小女孩，只是把我当学长而已，发这个可能就是觉得好玩吧。我平时都不怎么跟她聊天的，不信你翻我手机看。好吧，老婆，你分析也太过了，有点小人之心了呀。本就焦虑敏感的我，又因为他这话失眠了几个晚上。回过神的我定定看着他，肯定是你对他还不够好啊，让他没有安全感吧。周思凯严重闪过一丝黯然，可现在没有安全感的是我，你从前绝对不会这样对我。我暗自冷笑，某些男人外面的屎没吃过都是香的，既要又要，不要点劈脸，装深情是一把好手。希言，谢谢你，你还是那么善解人意。中午我请你吃。我赶紧截住他的话头，不用了，对着你吃饭我可能会没胃口。在这之后，周思凯沾方星彤沾得更紧了，还有人传言一毕业他们就要结婚。听到结婚2个字，我就忍不住打了个冷战。研究生考试前1天，我提早收拾准备回去好好休息。同学，我抬头看去，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同学，微微有些凌乱的碎发，双眸如星，清澈而不冷冽。好看是好看的，不过我不认识。你好，我叫程维义，我一直坐在你斜对面，
可能你没有注意到我，你看的大部分专业书和我的是一样的。很巧，祝我们都能得偿所愿。另外冒昧问一下，可以加个微信吗？我礼貌道谢后摇了摇头。后来的新年，我过得无比幸福。新买的小区房，意料之中的被重新规划，本来紧巴巴的家境，刹那间有了一点小飞升。顾晴在我的百般洗脑下，也让家里买了一套。新政策一出，他爸妈高兴地给我寄来了好多特产。这个春节有爸妈陪伴，有新房子住，不用去考虑那个男人的口味。辛辛苦苦花费3个小时做一桌子菜，不用戴着橡胶手套洗一水池的锅碗瓢盆，不用为了生孩子吞下一大堆药片和难闻的中药，也不用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忍着痛打进去上百支针。没结婚前，我都不知道，原来家里可以有这么多琐碎烦人的家务，这么多鸡毛蒜皮的破事。厨房里，我爸正坐在小板凳上洗菜。老孟，给我剥一头大蒜。好嘞。老孟，把小葱洗一洗。得嘞。老孟，把冰糖拿给我。马上。看着他们各自忙碌又各自欢喜的样子，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夕颜，成绩出来了。复试后，我和顾晴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各自所报考的学校。我一跃成为了班级里的黑马学霸。恭喜你！周思凯阴魂不散地跑了过来，好像有那个什么大病，还买了我最喜欢吃的海盐蛋糕。和他在一起时，每次我们斗嘴吵架，只要一个小小的蛋糕，我就能被哄好。没想到你这么厉害，真优秀。但是以后就业形势很差的，研究生出来或许更难找到工作。好心提醒你一下，可以考虑直播或者自媒体。他眉眼温柔，又悄声说了句：最好不要告诉别人。僧多粥少，我是真的不明白，既然已经选择放弃了我，为什么又总要做出这副样子？难不成是觉得我没被他选择？很可怜。周思凯，以后不要再找我了，谢谢。我想我们并不是朋友的关系。还有，你有女朋友，也该注意下边界感。他脸上的笑意变得勉强。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很孤单，只有看到你。我没等他说完，就回了教室。今天早上，顾晴告诉我，方兴同拒绝了周思凯的求婚，说两人年纪还小，过几年再说。不得不说，方兴同比我清醒多了。毕业那天，在咖啡馆，我又碰到了方兴同，他直直向我走来。没想到你没有把那晚的事说出去。我愣了下，随即轻笑。我没有管别人闲事的习惯，更何况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那个男人也许是他的哥哥弟弟呢，或许有其他缘由呢。我没有时间和精力以及义务去考证他的私事，也没必要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散布可能是谣言的信息。离开时，前台告诉我，我的单已经被方兴同付过了。行吧。方兴同在周思凯的建议下，提前开启了自媒体道路。他外形亮眼，嘴甜，还会唠嗑，几个月后就小火了一把。周思凯成了他的场控。方兴同的个人简介上标注自己是单身。该说不说，他的体力是真好。经常半夜我还会刷到他在播，小嘴巴巴的哥哥、老婆、宝贝叫个不停。周思凯在平台上晒出的视频和照片也没有了方兴同的身影。在新学校，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虽然有时候很忙碌，导师要求也很高，但是比起我的婚后生活，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婚姻里，我付出了辛苦，收获了失望。在这里，我付出了努力，收获了自我价值的认同。国家奖学金名单公示后，我意外发现了一个有点熟悉的名字——
程维义新生交流会上，我们互加了微信。虽然研究方向有点差别，但以后如果有好的学习方式或者信息，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分享。程维义落落大方，丝毫没有曾经被拒的尴尬。我点点头，友好地伸出手。于是在往后的项目研究中，我们成了彼此的帮手。即将毕业时，周思凯阴魂不散地又找上了我。他站在我面前时，我的手机还停留在某平台的热搜界面，上面的标签都是井号彤彤男友井号，井号彤彤被指劈腿井号，井号彤彤软饭男井号，井号周思凯软饭男井号。希言，这次你一定要帮我。周思凯的眼眶很红，看得出他很着急，胡子拉碴的都没刮干净。他明显瘦了，脸却有些浮肿，眼下乌黑，面色发黄。陪着方兴彤做直播，他必定也是日日熬夜，可他的身体本来就不怎么样，哪能经受住这些？当初和我结婚没多久，他就3天一小病5天一大喘的，小小的感冒发烧，他都要输液才能好。现在仔细瞧着，他比那会看起来更虚弱。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怜悯，反而想笑，这下怨不着我了吧？学校门口人来人往的，我不想跟他处在这里。另外，我也挺好奇，他能找我帮什么忙？说吧，什么事？走到了附近的咖啡厅，我催促着他。方兴彤，他居然这么对我。周思凯说，方兴彤直播的账号是归他一人所有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收入都在方兴彤那里。他每个月只给我3000块的工资，3000块。他红着眼，委屈的几乎要掉下泪。我搅着面前的咖啡，就像你说的，就业形势不好，3000块其实也正常。他似乎想了起来，尴尬地咳了声。这也就算了，毕竟她是我女朋友，可是我自己也要发展的呀。我提出来做情侣号，他坚决不同意。后来我才发现，他早就跟榜一大哥暧昧起来了。周思凯愤愤地捶着桌子，我忍不下这口气，想寻个公道，就把这事爆了出来。他居然找水军和粉丝下场，说我是软饭男。他抬起头，满脸期冀地看着我。希言，你帮帮我，我相信你很了解我，知道我不是这种人。还有，之前我偷听到他和别人打电话，大学没毕业时，他瞒着我和别的男人去了酒店，被你发现了是不是？他说这话时的眼神如同火在烧。希言，你帮我作证，证明她本来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证明我并不是小白脸软饭男。你和我们是同学，还是名校研究生，你说的话肯定更有信服力。他抱住头，仿佛不堪重负。我不能再让自己后悔了，我失去太多了。我喝掉杯中最后一口咖啡，站起身。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下午茶故事，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周思凯诧异地睁大眼，随即慌乱地想来拉我的手，我不动声色地避开。希言，我知道你因为我和方兴彤在一起气到现在，可是我是有原因的。孟希言。推门而入的是方兴彤，方兴彤只惊讶了一瞬，就恢复了平静。周思凯，我们谈谈吧，好聚好散，不然吃亏的是你。我之前没发现，原来我也这么八卦。谁能想到，以前我还总是嘲笑顾晴爱听热闹，现在磨磨蹭蹭在邻桌收拾东西的我，听得比上课还认真。方兴彤的解决方案是，他按照市场价把工资结算给周思凯，然后两人和平分手，把发布的和对方有关的视频都删除。凭什么？你现在小有名气了，能赚钱了，就要把我踹开？你知道我可嗨。说到激动处，周思凯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
方兴彤嫌弃地往后挪了挪，捂住鼻子：“你怎么了？别说的你好像付出了多少似的，不就熬个夜吗？我不是也在熬吗？在上面又唱又跳又陪聊的是我。OK， 既然你不乐意，身体又不行，那你就别干了呀，出去找其他工作呗。”周思凯最听不得“身体不行”这几个字，气得更是涨红了脸。方兴彤，你怎么这么厚的脸皮？大学的时候就跟别的男人去酒店，现在还说我吃软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人？方兴彤似乎被喷到了口水，皱眉拿出气垫补了补妆。当初我们俩都没怎么说过话，稍微追你一下就跟我告白了，你不就是看中了我的外貌吗？既然这样，其他的你还管我干嘛？影响你体验吗？我的脸和身材又没变，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这段感情既然开始的就不认真，何必现在这么认真？再说那天太晚了，我们只是开间房打个麻将而已，违法吗？周思凯彻底被他的解释惊住。方兴彤翻了个白眼，还有，你自己看看你全身的穿戴都是大牌，这衣服、鞋、表、手机不都是我给你买的吗？靠你自己买得起吗？说几句软饭男就激动了，极个别男人啊，全身上下除了嘴硬哪都不硬，好奇怪，手有点痒，有种鼓掌的冲动。周思凯踉跄着走了，走之前路过我的桌子，还对我说了句谢谢。暗自看戏的我有点迷茫，我也没做什么呀，谢我干什么？看得尽兴吗？方兴彤依然是拽得要死的样子，免费让你看了场戏，就算打平了。他走到前台，刚要扫码结账，就被店员制止了。刚刚那位女士已经给您付过了。我拿起包冲他笑了下，这才算平了。周思凯冷静下来后，大概发现自己确实占不了什么上风，只好删除了视频，彻底退出了方兴彤的直播间。很快，他也开了个账号，做起了自媒体内容。凭借着样貌，一开始他确实积累了一些粉丝，但他上线的时间太短，视频剪辑也略显粗糙，迟迟没有进步，因此他还远达不到变现的地步。这一年，我毕业了，惊喜的是，我获得了去某大厂实习的机会，还被邀请参与某项职场综艺的录制，程维义也在被邀请之列。第一次暴露在镜头之下，我时刻提醒着自己谨言慎行。还好每天回去，还有顾晴能陪我聊聊天，缓解紧张。没想到的是，很多网友磕起了我和程维义的 CP， 我们俩的平台账号粉丝量飞涨。孟希言真的是我理想中职业女性的样子啊！女性的力量和智慧，在她身上我全看到了。谁懂啊？每次程维义看她的眼神，有些夸奖的话，我看到都有点脸红。能够得到同性的认可，真的很开心啊！我也向他们多次解释，我和程维义只是合作愉快的同学关系。这晚，我刚吹干头发，就听到楼下一阵喧闹声。从阳台望去，是周思凯拿着大喇叭的身影。希言，我后悔了，我本来不想下去，可周思凯铁了心似的站着不走。眼见引来的吃瓜群众越来越多，我坐不住了。你到底要干什么？翻拍流星雨吗？看我神色冷淡，他露出苦笑。希言，也许你不会相信，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我们结婚了，你对我很好，我很幸福，我们还……我抬手打断他，停，那你对我好吗？我幸福吗？周思凯安静下来，5年的委屈，即便已经在记忆里逐渐模糊，也会在提起时隐隐作痛。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良久，他哑着嗓子开了口：梦醒了，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了自己的心，是我错了，
错得离谱。夕颜，那终归是一场梦，不是吗？我知道你很爱我，很爱我，我会给你幸福的。他止不住哽咽，围观群众甚至有人喊着嫁给他，原谅他。他们只是看到了这短短几分钟的深情，却没看到那5年的压抑折磨。轻飘飘的几句喊话，并不用对我的人生负任何责任。周思凯听到我叫他的名字，他应了声，一滴眼泪滑了下来。他看起来过得很不好，很不好。如果是曾经的孟希言，应该心疼得要命吧？应该会想方设法让他重新快乐起来吧？应该会在自责反省自己哪里没有做好吧？但那只是曾经了，落子无悔，明白吗？这就是我的答案。还有，我很早就不喜欢你了，你也是。告诉我，你是不是重生了？他抓住我的胳膊，声音癫狂。我挣脱开，戒备地盯着他。什么重生？我听不懂。他还在原地喃喃自语，是巧合，是我真的选错了。保安被我叫了过来，把失魂落魄的周思凯请了出去。实习结束后，忐忑不安的我们等来了最终结果。我和程维义以及另外一个优秀的伙伴拿到了 offer， 新的生活一点点地在我面前展开。当天我买了礼物给顾晴，没有你天天给我当开心果，我说不准还拿不到 offer 呢。顾晴高兴之余，通知了我一个消息，明晚大学同学聚会哦，咱俩一块儿去，打扮漂亮点哟。我要穿今天你给我买的这条新裙子。同学聚会，再次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恍惚，镜子前臃肿憔悴的自己，周思凯嫌恶的眼神，他和方兴彤的合照，好像都已经很远了。好，我跟你去。我和顾晴一进场，就响起了掌声。哇，这不是我们的大明星孟希言吗？才女呀！看你在电视上大展风采的样子，我都后悔死了。后悔什么？后悔没追她呀！你省省吧，希言能是一般人配得上的吗？我几乎要被淹没在他们夸张的议论中。顾晴挤开他们，要签名的请排队哈。热闹的局面一直到方兴彤进来才缓和了一点，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娇俏可人。有几个男同学凑在他跟前，向他打听着收入和情感状况，只是混口饭吃罢了，哪比得上孟希言啊？他那个公司的年薪，你们知道是多少吗？说出来吓死人。方兴彤成功地把话题又引到了我的身上，聊了一会，班长问起了周思凯。今天周思凯怎么没来？我记得发给他消息了吧？和周思凯同乡的一个男生接过话，他前段时间生了场大病，好像还动手术了，估计是身体原因，所以没来。自媒体这碗饭也不是谁都能吃的。是啊，其实刚毕业的时候，以他的能力找份好点的工作不难的。正说着，门被推开了，我来晚了。周思凯一进来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他几乎变了样子，曾经意气风发、风头无二的校草级人物，如今看起来像个重症病号。思凯，你还好吧？他脸色苍白，仍撑出微笑。谢谢同学们关心，我都好了。方兴彤撇撇嘴，把包放在了旁边的空位上。周思凯眼睛直直看向我。今天我穿了件顾晴为我选的修身红色长裙，配了条细细的项链，头发也烫成了大波浪，适合你，相信我。顾晴拍着胸脯，此刻被周思凯这么盯着，还有点别扭。他坐在了我身边。希言，你今天好漂亮，谢谢。我转头跟顾晴聊起天，不再搭理他。方兴彤竟主动找我说起了话。孟希言，考虑下来，我直播间唠唠嗑呗。其他几个同学听见了，也开始插嘴。方兴彤，你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
希言粉丝多多呀。希言，我也想被你关注。还有我，等会我就拍个咱们聚会的 vlog 怎么样？我摊摊手，你看我太忙了，分身乏术，不好意思。方兴同瞪了周围的人一眼，娇声娇气，让你们跟我抢。哼，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跟周思凯说话。思凯，你上次给我推销的那个产品不行啊，我查了下都没有合格认证的，改天我拿给你吧，你再把钱退给我。迎着同学们好奇的视线，周思凯尴尬地敷衍了下，回头我看看，我看你那公司也不靠谱，这种产品也敢拿出来卖。思凯，要不你换份工作呗？是啊，大公司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你看希言那公司，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去。周思凯讷讷应和了句，希言是厉害，我哪进得去？一顿饭吃下来，他看起来如坐针毡，坐在他身边的我也如芒刺背，好在没怎么影响胃口。临走的时候，周思凯轻声叫住我，希言，我有个东西想给你。我回过头，周思凯掏出一封信，不管你信不信，我还是想跟你说，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已经准备好了这封给你的情书，是我头脑发热，没有送出去。现在我想把它交给原本的主人。希言，看完这封信后，也许你会更了解我原本的心意。他宛如为爱所伤的痴情男主，颤着手把信交给我，确定是给我的，属于我了。我接过信，他欣喜地点头。我走出门外，他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你好，我叫住了正要进来收拾的保洁员，然后轻飘飘地把信扔进了他拎过来的垃圾桶里。这个垃圾我不要了。身后的脚步声停住，我快走2步，挽住顾晴的手出了饭店。后来我很少再听到周思凯的消息，只在班级群里看见过一次他众筹医药费的信息。在班长的号召下，我交出了我那一份，仅此而已。希言，下个项目我们小组很有优势，你要小心哦。程维义靠在我的办公桌前，不过如果你肯赏脸陪我吃个饭的话，我可以考虑给你透露点内幕消息。不必，你以为我会没有一点准备吗？孟希言，你的字典里是不是只有拒绝这2个字？总这样，我很没有面子。不是，我的字典是正版的，什么字都有。你赢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